係咁啊！啱啱過去星期六日，如果有啲朋友好似曾俊華咁樣行過啲嘅示威地區現場，抑或係留喺屋企睇晒所有嘅港島、沙田區等等嘅警民衝突直播，都會覺得而家個時勢好似越嚟越混亂、曖昧不清，咁啊，甚至有啲忐忑不安嘅感覺。咁啊，之所以有啲咁複雜嘅情緒湧出嚟呢，就係而家中國、美國、香港背後有啲權謀政治不斷製造暗湧同埋變化。咁而家最新呢，就係蘋果日報放出咗一啲嘅消息，原本11、12月呢，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擺喺參議院審議同埋通過呢，一直呼聲係好高㗎。咁啊，而家麥康奈爾就預告極可能係押後到下年嘅春季先至係可能擺喺參議院審議啫。咁係咪順利大比數通過都仲成疑問。咁啊，呢段時期呢，有啲人呢就係傳出中國背後派人威逼利誘幾個參議員，叫佢哋唔好支持呢個法案。更加不妙嘅就係，原本個法案制裁嘅範圍係好闊嘅，而家係打算咧有機會修訂到縮窄到，只係針對中國同埋香港特區政府一啲嘅高官，如果佢哋做咗一啲嚴重違反人權自由嘅事，先至係制裁佢哋。咁啊，一大片之前咧明明係有嘅過分使用暴力啊嗰啲咁嘅警察啊，無論係前線抑或係高層咧，都有一份制裁佢哋清單。而家咧有機會係可能係剁走佢哋喎。咁呢個係乜嘢嘅形勢咧？就係互相咧，中國、美國、香港各讓一步嚟去，唔希望個局勢係越嚟越衝突得嚴重，係毀滅晒所有嘅各方面嘅關係。咁啊，當然第一個就係保住係今個月中美協議咧，就唔會俾香港嘅亂局係破壞咗千唔石。因為如果香港嘅一啲嘅人權問題、警察暴力嘅問題係真係咧意外繼續升級落去嘅話咧，美國國會同埋個輿論一定係譁然，夾到特朗普唔敢簽嘅。咁而特朗普都勸唔到咧，美國嘅參議院嗰邊係有少少讓步係出現。咁啊，遑論之後咧都仲想係簽訂第二啊、第三啊，更是更加多嘅一啲嘅中美協議，有唔同階段嘅成果。咁啊，驚係摧毀於一旦。咁啊，可見咧，而家就喺咁樣嘅拉扯之下咧，大家係嘗試一啲嘅好微妙嘅讓步發生緊。咁所以點解除咗解釋到咧，劉業成竟然咧原本係6月嘅任期，臨時喺1-2個月之內咧就係停晒，宣布咧佢喺11月再唔會指揮警察喺前線嘅執法行動。咁啊，淨係3個月就完咗啦。咁啊，更加奇蹟同埋神奇嘅地方嘅出現咧，就係嗰個咁嘅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講咗一啲嚇死人嘅説話。佢原本就係盲撐警嘅，譬如話甚至係叫林鄭月娥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係林女士啦，就話佢唔係引用一啲更嚴苛嘅法律幫助佢哋止暴制亂啦，挫敗咗佢哋嘅士氣啦，甚至乎咧早排先係寫一篇咁嘅公開信批評呢個中大嘅段崇智校長，就話佢哋係為咗嗰啲嘅學生暴徒係搖旗吶喊，就係掩飾佢哋嘅罪行，咁啊阻礙呢個法治同埋佢哋止暴制亂嘅進度等等啦，有好大呢咁嘅控訴。一向係講盲撐咁保守嘅一個咁嘅協會主席，而家佢講咩啊？佢竟然咧就話呼籲警察喺前線嘅執法要冷靜，要用頭腦去思考，要克制，要跟翻程序同埋規章去執法，回復翻應有嘅專業水平。哇！簡直唔係奇蹟，係神蹟啊！佢講呢啲嘢，佢咧當然係要即係揾一個理由，揾一個下台階啦，就話咁樣咧就係唔想中暴徒嘅計，就係因為咧暴徒先係真正係最暴戾嗰邊嘅。佢哋就好想係用粗口啊，用其他方式係撩興挑釁啲警察失控。咁啊，你越失控咧，就俾機會咧個衝突永遠都唔會停止，甚至升級。咁啊，所以咧啲警隊前線嘅警員，你哋千祈唔好中計。咁啊，一定要克制自己，守翻你哋規章同埋專業。咁所以咧，先至可以咧喺慢慢改善嘅情況之下咧，係完成你哋嗰個執法同埋止暴制亂嘅任務嘅。你睇下幾神奇！咁當然係嗱一紮沙啦，講嗰啲咩挑釁其實係之前警隊劉業成時期挑釁出嚟㗎嘛，但係而家係嘗試透過高層嘅勸言，同埋更加係證明咗透過記招係印證咗警隊真係失控，唔係高層
一時三刻一兩句咧就可以勸得翻嚟嘅。咁啊有一個好明顯嘅鐵證咧，就係琴日啊喺沙田嘅新城市廣場外邊，有啲媒體咧已經係 cap 晒圖啦、引晒句子同埋係貼埋蘋果日報嘅直播 link， 係影住一個指揮防暴警察執法嘅官員，大聲叫佢哋唔好衝入商場執法，即刻同我出翻嚟。結果嗰啲警察係扮聽唔到，繼續衝入去執法，而入到去咧有一兩個係又係好似之前咁，其他咧就係採取呢個防守嘅手勢，咁啊當然係俾人包圍啦，咁啊一路自保啊，擠後胡椒噴霧啊，周圍射，咁咧有一啲咧係直情係主動咧就係亂咁好嬲咁衝去嗰啲群眾度，亂棍揮完之後又縮翻去自己個隊度扮冇嘢咁樣，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出嚟，你就可見咧。隨住即係你知啦，就係頭先講嘅中國、美國同埋香港各讓一步，然後劉業成又推落嚟啦，就係想慢慢想調整安撫翻嗰個咁嘅衝突嘅局面。咁啊而家咧，就算高層有啲咁嘅傾向，用佢嘅咁嘅計謀，但係都好難一時三刻咧就係收緊翻、約束翻個警隊嘅紀律嘅。咁所以點解連嗰啲林志偉都要講埋啲扮係冷靜嘅説話？咁啊，佢哋改咗個策略咧，而家就係一以貫之，主要就係避免喺鏡頭繼續有大量好血腥嘅畫面就影到，令到係國際譁然。咁就係改為咧濫放催淚彈、濫捕。因為佢點解放咁多催淚彈？佢就係想製造一個更有效嘅驅散，而且係煙霧彌漫咁樣。有時咧你係搏一兩個你又睇唔到啊，同埋更加就係、扮唔係自己親手打落去嘅，係誤射嘅。咁有啲中咗，同埋嗰啲係甚至乎係溝嗰啲軍用嘅催淚彈咧，佢就當唔係自己責任㗎啦。唔好意思，我諗住係射一啲死物或者係射高佢啊，射落去地下啊，點知咧中咗你嘅身體，令到佢受傷害。咁佢就可以透過警察嘅記招嘅公關咧嚟到去開脫咯。因為你如果係近距離警棍，你就可以指控我係特登搏你個頭嘅啫。咁呢啲遠距離嘅催淚彈嘅我都唔想㗎，係咪先？咁佢就用好多，所以點解咧？你見佢放咁多嘅催淚彈，可能甚至有啲催淚彈已經用完啦，就溝埋而家唔知邊個係咪國貨嗰啲嘅軍用嘅，好辣嘅，辣到嗰啲咁嘅地下都溶埋嘅嗰啲催淚彈咧，都係照用出嚟嘅。咁所以就係咁嘅策略。另外就係一個濫捕，你見到啦，由呢個嘅星期六，港島區佢真係又唔係一啲嘅叫做係地區嘅一啲嘅居民圍堵啦，亦都唔係好似萬聖節一啲咁嘅人潮管制嘅一啲嘅策略，佢就開始咧濫捕得越嚟越狼，羞辱得越嚟越狼，就係睇準你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喺上晝嗰 part 咩天馬公園嗰啲佢反對晒，咁啊已經係截咗你啲人流，然後咧佢就引你喺下晝嘅愛丁堡同埋遮打花園一帶咧，佢就批咗你。但係佢去到咧就快開始集會咧，佢就臨時即時咧就係推翻咗個不反對通知書，立即變成非法集結，咁啊引致到好大批嘅和理非聚集緊，而勇武派根本就係未準備好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大規模係圍捕。咁啊當然好快咧就係掹低佢坐低咧，而家就上晒個手帶啦。尤其是咧喺傳媒嘅鏡頭影住之下咧，就係未至於你見到咧係逐個喺度係整傷佢啊，就整到佢骨折之後咧，先係好似即係打橫瞓喺度抬上個警車嘅。咁而家就係好多時，如果佢唔鎖住佢嘅手咧，就一個個搭住膊頭，就一隊隊咁樣咧，甚至乎你見到係修頓嗰個位置圍捕咗喺修頓球場同埋廁所附近嗰個巷嘅位，圍捕咗接近100個，不但只係大規模嘅搜身同埋係追捕，而且咧捉到之後咧喺佢哋手上邊寫低就係俾人哋諷刺，好似納粹集中營咁一啲嘅編碼。逐個記低嘅人數同埋編碼之後咧，喺個手臂度寫字咧，先至係俾佢慢慢咧係搭住膊頭一個個成隊，好似掃黃啊、掃毒啊嗰啲咁樣去對待嗰啲囚犯嚟去送上警車，送去唔同嘅環頭係拘留佢哋嘅。咁而家就係採取呢啲加強嘅圍捕，大量嘅催淚彈，甚至係用軍用嘅催淚彈，然之後咧就係公然繼續羞辱嗰啲示威者，等嚇怕你啲和理非。
唔好俾你咁有系統聚集到之後咧，就係再等勇武派準備好就繼續升級同警察衝擊，而令到警察被逼又要升級同你繼續衝擊，就更加多嘅血腥畫面就意圖想咁樣係避免嘅。咁你見到而家就係所謂後立要成時期咧，就係做緊呢啲咁嘅鋪排，而呢啲背後正正就係嗰啲國際嘅政治壓力所影響，而佢哋唔想咧呢段期間有咩亂子，整到下年嘅春季佢個法案唔改啦，真係有涉及埋警察咁大量嘅暴力都要制裁佢哋咧，佢哋啊真係擔心大地震啊！咁所以咧，大家就真係唔好咁天真，覺得嗰啲警察係真心誠意想收緊翻自己嘅規律，就換取翻嘅名聲，全部都係被監察、被逼有利益利害之下嘅壓力所導致嘅。咁而家嗰個局面就係複雜成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永遠留意之後，如果任何嘅申請咗不反對通知書，無論佢係反對你直情俾你集會，定還是佢好似疑似批准你，其實佢只係想押後取消咗你嘅集會咧，都係咧就係針對大型嘅示威運動咧，有呢個拉散你嗰個咁嘅傾向。另外咧，佢亦都有機會做一個好曖昧嘅盤算。如果佢唔能夠係用一個好暴力嘅方式嚟到去報復性阻嚇，去震懾鎮壓你哋咁大量嘅示威者，唔想製造咁多嘅血腥畫面，佢濫捕變相都有另一種嘅壓力做出嚟嘅。而家根據統計數字咧，已經係拉咗超過3000人，而係有大約35% 咧係全部係後生仔、學生或者係年輕人嚟嘅。咁咧就係意味住咧，如果佢不斷用咁嘅方式瓦解你哋示威者嘅士氣，捉越嚟越多人，捉個5000人、6000人、7000人，佢去到一個位咧，佢一定會有一個輕微嘅心理壓力，令到你人流少咗之餘咧，佢最後可能係逼到一個臨界點，林鄭一定要進行雙邊特赦。你當然，如果作為一個政府，我唔理你係之後新任特首定還是林鄭，你被捕人士去到咁多，而年輕人去到咁多，個社會不安因素係咁嚴重嘅話，而警察採取咗呢一個嘅上綱上線嘅圍捕策略，佢最終就係去到一個點，一定會崩潰，就令你冇得單方面特赦，就想重新係重建翻個互信同埋重新開始，繼續搞經濟，繼續咧就係鋪順俾你嘅馬雲等等嗰啲公司、阿里巴巴各方面嘅嘢咧嚟到香港集資上市，佢要鋪順，咁佢就一定要咧喺一個時期就開始要特赦。咁有啲警察咧，就算佢唔使駁你嗰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制唔制裁佢，佢都可能會走得甩。如果佢唔係犯一啲極嚴重嘅眾目睽睽，好似嗰個醫院錄到佢哋去行私刑嗰單咁樣咧，有好大量嘅警察藉此就會走得甩。同埋你見到而家啲警察咧，佢都係不但止唔聽一啲警官嘅指示，佢甚至係繼續有幾成嘅人俾人影到咧係叫做係違反緊個指令啊，將自己嗰個編號隊號係兩邊接角遮咗嗰個隊嘅編碼，然之後淨係露出幾個 number， 咁樣咧都好難係捉到究竟係邊個警官負責嗰個防暴警。咁有呢啲咁嘅前線嘅不斷咁抵制，我哋就見到成個局面就係去到咁複雜咁曖昧，所以點解大家先係咁難明白究竟發生咩事？一方面見到啲場面就好似都仲係好激烈，但另一方面咧，你就見到有啲代表性嘅高層嗰啲，明明就已經有一個明顯嘅變化出咗嚟，但係就係我所講，唔可能係一時三刻做到，而背後係充滿呢啲咁嘅利益掣肘。咁啊，而家香港最新嗰個發展咧，劉兆佳就放出咗更多嘅風聲。一方面咧，佢就話其實中央已經鋪緊路咧，打算換一啲嘅高官落嚟㗎啦，大致就2-3個。我估計咧，林鄭有機會咧都係會落嚟嘅，但係佢會排到最後。咁而家據說咧就話排後到咩位咧？係要去到下年嘅立法會之後，但係我認為呢個係非常之愚蠢嘅做法，因為其實如果林鄭係能夠盡早趕喺立法會選舉之前係下台嘅咧，其實對建制派候選人係更加有利嘅，因為林鄭已經係代表成個建制派一個完全冇信譽，甚至係一個恥辱，係令到成個社會係搞到咁混亂嘅一個咁嘅罪人。
咁如果佢一日嗰個形象係仲喺個政府仲係代表，你淨係換咗佢底下嘅律政司司長啊、保安局局長換幾個咧，其實係冇意思嘅。最後一樣係會拖累咗建制派嘅選情。咁啊當然啦，建制派可能會有其他嗰啲種票啊、嗰啲其他出術嘅嘢嘅。咁但係掹到幾多咧？我哋就再睇嗰個變化啦。但係佢唔好以為中央鋪排到立法會選舉之後先換林鄭，呢個係聰明嘅做法，呢個絕對唔係聰明嘅做法，而且係愚蠢嘅做法。我寧願佢咧一次過趕喺立法會之前咧係清晒成個高層。咁其實咧都唔係淨係對建制派緩和少少嘅，其實對成個香港兩邊都有利嘅。咁但係又係睇下佢係咪一個咁蠢嘅做法啦，即係按照佢啲消息傳出嚟。咁就劉兆佳做咗第二個主角嘅，咁佢就係繼呢個嘅沈春耀，就係嗰個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咧，去放出一個四中全會嘅解讀，就話除咗咧嗰啲咁空泛嘅治理體系嘅改善啊、維護國家安全咧，就係指明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行政長官同埋一啲高官嘅任命咧，係會更加完善同埋靈活嘅一套機制、執行機制。其實成套嘢係應該點樣解讀咧？大家要知道，習近平搞四中全會係要針對一啲危機處理作為一個應變嘅，就唔係咧淨係咁空口號咧，就全個國家就係執行呢個治理體系嘅改革。尤其是佢針對香港一個最新形勢，佢係諗咗一啲橋想去堵塞呢樣嘢。咁有兩個位要堵塞嘅，第一個位就係我上次嗰段片所講啦，就係以防萬一有好複雜嘅國際形勢，佢哋被逼都係要進行呢個政改嘅，咁佢又一定係要有另一把刀去扛住。因為你而家睇下，胡錫進之前講過，佢一直以嚟中央唔係真係想拖咁耐政改，咁啊不但只想堅持喺8.3框架之外咧，就係好唔希望任何一種甩漏咧，就算係咁嚴謹嘅篩選，都選咗一個嘅特首最後係反黨反中央嘅。咁所以佢就好憂慮呢啲有咩機制先可以制衡呢樣嘢咧？咁而家正正個缺口就開始打開，成場嘅運動令到美國等等西方勢力介入，可能會喺人權及民主法案通過咗，壓迫香港政府喺2020年起碼要進行呢個政改嘅諮詢。咁如果真係政改有一日係落實嘅話，佢始終就係要設定一個保險線，唔俾你任何喺西方勢力介入。區議會同立法會好可能係連續淪陷，係俾民主派佔據嘅話，咁你咪即係等於成個特區政府好似分離主義咁割裂出去咯。咁咪即係俾你變相嘅港版顏色革命成功咯。佢就係要制止呢樣嘢發生，仲係一個政治上嘅危機處理。咁啊直接佢可能會制定一啲嘅方法，好容易咧就如果係指明你犯咗一啲高官犯咗啲嚴重嘅政治罪行，係挑戰中央或者中央覺得你唔合適嘅，佢就臨時架空你，甚至係換走你，係進行一個好特殊情況嘅危機處理。呢個係一把刀嚟嘅，即係話如果你人權及民主法案係行喺香港嘅高官同埋中央頭上嘅一把刀，等你唔敢亂嚟嘅，唔敢去大力去令到你區議會又選唔到啊，立法會又瓦解啊，然之後又接管香港啊，中意又出解放軍啊，行住把刀，等你中央乜嘢都喺香港咧，就係有顧忌。而家中央就要諗住用第二把刀喺政改嘅可能性度行翻住你嘅外國勢力，同埋你班嘅反對派等等，或者係香港好強嘅嗰個反對勢力民間嗰種嘅民氣，佢就要掣肘住你。就算第日最惡劣嘅特殊形勢發生咗，真係有一批嘅特首同埋高官嘅班底咧，係計住中央嘅，不斷制衡住中央唔肯落實啊，將來大灣區政策啊，嗰啲信息安全啊等等咧，佢就有方法架空乃至到即時，即係架空就換一個新嘅嘢，即時係代理住一啲嘅事務啦，乃至到即刻換人嘅。咁另外咧，呢個換人有另一個好處，就係解決第二個問題。大家要諗呢啲會咧，就往往係要針對一啲問題嚟解決嘅。你唔好淨係齋喺字面，你冇方向、冇着點咁去諗，你梗係可以憑空去捉住佢啲句子任解嘅。咁但係佢第二個解決係咩咧？就係解決而家新嘅港版佢口中嘅顏色革命，或者呢個所謂新式嘅暴動形勢進行一個處理。如果你對照翻澳門嘅23條立法咧，
佢哋其實係簡單好多嘅。澳門嘅23條立法，佢通常係針對個人同埋組織喺平日嘅時候發表一啲鮮明係想顛覆國家、挑戰中央嘅嗰啲嘅人同埋組織，佢就可以即時咧就係查辦去拉你，最高咧係可以判25年監㗎。咁啊由15年去到25年咧，佢咪列好多唔同嘅罪行，泄露國家機密，然之後咧就係組織顛覆國家，亦都係發表一啲嘅言論。另外咧就係明顯係要破壞好多嘅交通工具，係要癱瘓呢個政府，就令到咧係可能某啲特區係有一個分離出去嘅傾向。所有好多咁嘅嚴重罪行咧，佢就定晒一啲嘅嚴刑峻法嚟到去拘捕同埋嚇嗰啲嘅市民唔敢亂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咧，佢係一個好簡單版嘅一種嘅23條立法。而家就係因為香港嘅形勢已經係複雜咁多，呢個城市複雜咁多，人口亦都多過澳門咁多。咁所以佢而家咧就係想設第二條防線。一方面頭先嘅政改，另一方面係針對住點樣可以第時更加有效係進行止暴制亂呢？除咗23條頭先嘅一種傾向更加複雜，去界定好何謂分裂國家主權，同埋係點樣先至係叫做有組織係想推翻中央，甚至乎可能講明連推翻特區政府都唔得，然後再指明咧你個人嘅組織嘅行為咧，可能係再個門檻係再低啲，你唔一定係好鮮明咧自己係一個領袖或者係大台，佢可以瓦解你同拘捕你，可能你淨係散播一啲嘅傾向嘅信息咧，佢已經可以即刻拘留你查辦。咁另外咧就係話佢係借用咗反恐法，大家要明白反恐法係好適合係利用喺維穩上面嘅。如果你知道咧，佢不但只係立23條同埋準備係有任何禁網嘅做法咧，佢係參考咗當年2014年喺國內對於新型網絡嘅一種嘅互通傾向咧係有關。佢當時咧2014年大概7月8月咧，中國係禁咗 Line， 中國係禁咗一啲嘅唔同新嘅嗰啲 Messenger 啦，總之係一啲社群嘅溝通軟件。你知唔知佢嘅理由係咩？佢嘅理由係呢啲軟件全部喺度散播恐怖主義，即係話咧，佢如果標籤唔到你係一個好明確嘅個人同埋組織單位，係有一個鮮明話建立臨時政府啊，或者推翻你中央政府嘅嗰個立論嘅話，佢捉唔到你呢個位咧，佢就捉你係恐怖主義，你係純粹係搞極端、搞暴力嚟去想令到個社會係混亂，同埋想摧毀個社會嘅治安嘅秩序。咁所以咧，佢呢種嘅含糊咗個層次嘅維穩同埋國家安全咧，佢就係要借鑑呢種反恐嘅方式咧嚟去到處理嘅。咁所以你見到咧，香港嘅反恐法就係大有借鑑嘅作用。佢咧嗱，如果你睇翻好多嘅2017-18年嗰個修訂條文咧，點樣係臨時委任一個反恐協調小組啊？然後將最高嘅權力賦予喺警務處嘅行動處處長嘅身上，通常係二哥嘅擔任嘅，就未必係一哥嘅。然後警務呢個咁嘅行動處處長係臨時擁有最高嘅權力嚟去統籌晒消防、醫護、交通，然後甚至乎係統籌埋私人嘅網絡公司，可以係進行禁網，又或者其他嘅協調，加埋邊境唔俾邊個入同出，所有呢啲係盡攬喺嗰個嘅反恐工作協調小組裏邊。然後呢種模式將來就好可能喺23條或者係另一啲嘅有一啲新嘅組織架構，係成為咗好容易係委任一啲臨時嘅叫做係反暴或者所謂嘅反恐協調小組，其實係針對政治運動。呢啲唔明顯係要建立政權，亦都唔明顯想推翻中央，但係造成咁嚴重嘅新式嘅嗰種嘅互相約啲人出嚟係進行呢個動亂嘅一種方式，佢就係想用一種咁辣嘅嘢鎮壓落去。咁而家就係行緊呢一套咁嘅方向。咁啊，第時可能會唔會有新嘅架構啊入咗嚟啊？咁另外咧，呢啲咁嘅23條嘅呼聲咧，下年究竟係有咗政改諮詢先啦，定還是係一定係過咗23條先呢？嗰個局勢係仲有一啲嘅變化。而家佢哋個具體嘅措施係仲係未咁清晰係邊樣嘢先嘅。但係如果你睇翻今年4月
香港01有一個獨家嘅消息，你都會有啲不安，因為如果個局勢一路係冇解決到嘅，有機會中央會維持翻佢原本喺未有反修例運動之前咧，佢係諗住逼到你政府係透過釋法嚟去過23條嘅。咁會唔會一次過係過晒我頭先所講嘅嗰啲網禁啊，然後借鑑呢個反恐嘅協調小組啊，臨時委任一啲人嚟負責，係一個新嘅防暴協調嘅小組嚟去針對啲新式嘅叫做係反抗運動咧？我哋係要睇落去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問：而家係咪已經係知道晒究竟係政改先啊、23條先啊，定還是同時發生咧？基本上係仲未知嘅，要睇到下年嘅春季左右咧。一切先會定局嘅，咁啊，暫時係咁多先啦。咁有咩補充？我可能會今晚錄段片，但係咧我就要去嗰個有部戲我出席嗰個首映禮啊，就係催眠裁決啊，好似係個出新戲。咁我就唔知翻嚟仲有冇時間。咁但係有啲細節位可以係再討論落去，因為我見到啲人係真係對於香港嘅局勢太不安。咁另外我就會貼翻條 link 出嚟俾大家參考翻嗰啲嘅條文細節。你只要知道咧，中央同政府喺一啲落實機制有啲咩具體嘅執行措施咧，你大致就估到佢啲咁空泛背後嗰啲咁嘅原則咧，其實係想點樣落實嘅。同埋一旦指佢好方便有一個臨時嘅小組嚟去針對呢啲咁特殊嘅情況咧，佢咪唔使驚你之後人權及民主法案制裁你嗰啲官腳震咯。你睇下嗰個咩馬洲配分定咩咁咪 DQ 黃之鋒係咪臨時咪請假又唔做啦，又換第二個蔡亮上去咯。之前一有乜嘢人權及民主法案個風聲啦，有幾個嗰啲行政官員即刻調職同埋離任。你哋有冇睇翻嗰啲咁嘅新聞啊？呢啲就係佢想架翻另一把刀去制衡翻，唔俾你嗰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喺香港咁惡啊嘛。然後啲官同埋高層大地震，到時乜嘢都做唔到嘛。結果佢而家咪超唔滿意你特區政府，佢一方面就用唔到基本法第18條直接派軍入嚟處理，另一方面就卡住咗你。一旦有外國勢力兇你或制裁你香港啲高官，你啲高官就陽奉陰違，唔執行中央最強硬嘅政策。而家佢就用所有嘅臨時任命同架空嚟處理晒政改嘅危機，可能係政改嘅危機，同埋係呢啲臨時針對新式嘅社運模式，糾纏咁耐嘅，間中先出嚟嘅，咁大規模嘅喺互聯網去推動嘅一場咁樣嘅運動，佢就係要做足呢啲嘢，等將來臨時委任嗰啲嘢承擔晒所有嘅責任，咪唔使腳軟咯。咁好多呢啲而家佢哋就係具體盤算緊，係仲想慢慢寫嘅，因為其實 even 係23條咧，佢之前係想制定一啲具體嘅嘢咧，佢都係想改良咗，比澳門更加嚴謹同辣嘅。佢係甚至乎喺何為顛覆國家政權罪啊、分裂主義嘅定義咧，佢都想喺香港個版本寫得更加仔細。咁所以呢啲就係而家最新中央對於香港嘅盤算。至於平日嘅風險係咪真係佢中意換邊個換邊個啦？呢個通常個機率都好低，因為佢能夠任命得嘅嗰批嘅政治官員，佢都揀過晒、篩選過晒之後咧，先至係一般係執法嘅，就唔係話我臨時下個月啊覺得呢個唔順眼，我就換咗去揾第二個執行。通常係針對一啲好特殊嘅政治危機而做嘅。咁啊呢個先係我認為佢具體喺沈春耀嗰個嘅注腳同埋係劉兆佳嗰個風聲咧，當中背後嘅政治含義咧係就係咁樣嘅。好，暫時咁多先，多謝各位。